乌军反攻前线再次传来了好消息，在6月18号，乌军第128山地突击旅成功拿下了扎波罗热地区的皮亚蒂哈特基，这是过去2周乌克兰收复的第8个定居点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俄乌双方的战斗都很激烈，但是由于俄援军呢迟迟未到，导致包括副营长在内的俄军奥塞梯风暴营300多名士兵呢被乌军全歼。之后俄军试图组织反扑，但却被乌军直接堵在了半路，损失了大量重型装备后无奈撤退。这期视频呢，大兵就来分析一下乌军近期反攻取得的战果。从本月初呢，乌军在扎波罗热方向发起反攻后，北部战线的局势就开始变得非常复杂。俄军为了分担南线压力，开始在红利曼和库皮扬斯克方向集结兵力并发起进攻，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扰乱乌军的部署。但截至目前，俄军在红利曼和库皮扬斯克方向发起猛攻后，这一带的战线呢似乎没有发生变化。当地的乌守军成功阻止了俄军进攻，而目前的南线攻势呢，虽然乌军各个方向的推进速度明显不快，但是也都取得了一定进展。这张照片呢是拍摄于6月18号的扎波罗热皮亚蒂哈特基俄军定居点，图中分别是乌克兰第128山地突击旅团和第2独立步兵大队的士兵，他们脚下呢是俄军奥塞梯风暴营的旗帜，这是自反攻以来乌军收复的第8个定居点了。之后这个消息被乌总参谋部证实，并放出了2段作战视频。第一段视频画面看的乌军歼灭了南奥塞梯营的战斗还是一贯的夜战，凭借着充足优良的夜视装备，装甲车将步兵运送到定居点附近，然后引导坦克和火炮远距离射击。而根据双方交战的情况看，俄军的南奥塞梯风暴营作战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战斗意志也比较顽强。可无奈呢，他们是没有夜视装备，无力招架乌军的攻势。之后虽然包围，但据说是无人投降。最后是连带副营长伊万豪特霍夫在内的300多名士兵全军覆没。如果不谈立场的话，他们的战斗意志值得被肯定。第二段视频呢，则是乌军清理战壕的画面，双方士兵在战壕内可谓是短兵相接，不到1分钟的时间，2名乌军士兵消灭了3名俄军。从画面中不难看出啊，乌军手持的是口径更小的北约步枪，枪口还安装了消音器。虽然这场战斗发生在白天，但是加装消音器带来的好处非常明显。首先是开枪噪音变小，另一个呢，则是加装消音器后，弹道会更加平直和稳定。这些改变让乌军士兵更加的专注作战，不被己方的枪声分散注意力。结合2段视频不难发现，乌军对比俄军战场警觉度还是要高一些的，同时他们的单兵装备也很丰富，例如单兵夜视仪、枪口消音器等等装备，俄守军呢很少有类似装备。而这些单兵装备上的代差优势，在乌军放缓攻势选择缓慢推进后呢，会被无限的放大。如果乌军频繁地发起夜间攻势，那么俄军的有生力量将会迎来更多的损失。这一点呢，俄军自然也非常清楚。目前俄方消息源称，俄控区扎波罗热西南的重要枢纽沃斯里夫卡已经开始实行宵禁，晚上21点半到凌晨5点间禁止所有民众外出，因为乌克兰先头部队距离这里只有13公里。毫无疑问，这么近的距离，只要战线稍有突破，那么沃斯里夫卡便会被乌军拿下，届时乌军就可以沿着高速公路一路推进到托克马克，并且直指梅利托波尔。对于这一点呢，俄军自然也非常清楚，因此在奥塞梯风暴营全军覆没以后呢，俄军迅速组织起兵力，对皮亚蒂哈特基发起了反击。在6月18号，在丢失皮亚特哈特基定居点后呢，俄军部队迅速派遣坦克纵队从一侧发起了反攻。但是由于这次俄军反击极为仓促，因此被乌军第128山地突击旅抓住机会伏击。最终乌军使用 ATGM 反坦克导弹，俄军装甲部队被大量的摧毁，残骸遍地。之后经过2天的休整，6月20号，俄军第58集团军出动了第429摩步团，再次组织反击。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俄军呢改变了反击方式了，
根据大兵查到的资料显示，当时呢，俄军先是用 TOS-1A 温压弹火箭炮对皮亚蒂哈特基一顿猛轰，随后呢，第429摩步团组织了一次机械化迎击部队冲锋。由于先前有温压弹洗地这一程序铺垫，因此在俄军的认知里，夺回皮亚蒂哈特基应该是轻轻松松。但实际情况是，俄军坦克还没冲进去，便碰上了密集的反坦克地雷阵。对于这个场面啊，有朋友可能会感觉自己是不是在哪儿看过类似的场面？没错，这和乌军豹2那时候碰到的情况差不多。而在俄军后续装甲车辆被堵在路上的时候呢，隐藏在两翼树林中的乌军反坦克导弹小组上场表演了一发又一发铁拳、标枪、陶式反坦克导弹，开始打击俄军坦克。同时呢，与坦克协同的俄军步兵也遭到了乌军迫击炮炮火的袭击，难以与俄军坦克装甲车辆形成协同。在这种情况下，俄军是怎么可能完成突破呢？一旦他们被困在其中，便立刻会被乌军的反坦克导弹和远程炮火问候。最终，俄第429摩步团的第2次反击行动以一个迎击机械化部队被重创宣告失败。而从乌军的视角看呢，他们在全歼奥塞提风暴营300多人攻下皮亚蒂哈特基后，自始至终没有在该地区构筑阵地，定居点直接被乌军第128山地突击旅设置成了吸引俄军进攻的诱饵。守军只是在附近防守，这种部署俄军是完全想不到的。而乌军第128山地突击旅经过这2次战斗，也直接击破了俄军之前的谎言。因为关于乌军第128山地突击旅从去年夏天的赫尔松战役到现在的扎波罗热战役，俄军单方面宣称全歼这支部队已经超过10次了，但事实证明这个部队确实还存在，而且还有着相当的战斗力。虽然他们配备的装备可能比不上北约全训部队乌军第47机步旅，但战术的灵活运用使其更善于步兵小群战斗。目前的扎波罗热战线，俄军还在不停地调动部队发动反攻，与乌军死拼硬杀。根据6月21号的消息，俄军第58集团军第19摩步师再次组织部队向皮亚蒂哈特基展开反攻。俄军远程的炮兵群、陆军航空兵的卡52武装直升机、空天军的苏24战斗轰炸机等装备都投入了战斗。俄军的空中力量企图通过旋转木马战术突破乌军防守，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因为在俄军攻击间隙，乌军第128山地旅抓住机会展开反攻，并单拎出来一个突击营，从皮亚蒂哈特基西侧向前快速前进，攻击俄军据守的热烈比扬机。不过由于俄军第19摩步师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战场，并控制了村外的制高点，在密集的火力下，乌军突击营只能选择撤离。同时，俄乌两边的后方的大纵深位置，双方炮兵也展开了激烈炮战，都想通过反炮兵作战压制对方，从而掩护己方地面部队形成有效的突破。整体来看，俄乌双方在扎波罗热战线似乎谁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消灭对方。俄军呢只能通过常规战术硬扛，乌军那边则是援助装备不到位、数量太少和缺乏制空权等诸多因素，使乌军的武器质量优势压不住俄军的数量优势，使整个战场出现反复厮杀，谁有杀不死对方的状态。现在的战场态势，乌军来说最好的选择呢是放缓进攻节奏，稳扎稳打，持续消灭俄军有生力量，为后期真正的大反攻做准备。同时呢，每打下一个地区，先巩固防守，顺便呢再找西方要补给，这样才能以最小的伤亡换取最大的战果，使乌军机动部队长期拥有人员、武器装备方面的碾压性优势。总之，大兵的看法呢，现在这个阶段类似于去年哈尔科夫州东部的那种巧仗，已经不大可能再出现了，往后双方就是得拼消耗了。对于这一点，援乌的各个国家也都自然非常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各国的大批援助纷至沓来。6月25号，五角大楼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表示，由于美国国防部官员计算的是当前市场条件下重新购置武器的价格，而不是库存中现有武器的价值，因此高估了运往乌克兰的部分武器系统的价值。因此，五角大楼将额外向乌克兰提供另外6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直到本财政年度结束。
同一天，丹麦国防部表示，在2023到2028年间，丹麦会向乌克兰提供近29.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相应决定已经获得议会批准。北欧国家挪威将拨款超过2300万美元用于乌克兰安全，奥地利政府决定再拨款1800万欧，此笔款项呢将用于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援助。欧盟则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00亿欧元的财政援助。武器装备方面，葡萄牙表示将向乌克兰再转让14辆 M113 装甲运兵车和9门105毫米榴弹炮。而在巴黎航展期间举行的防空系统大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直播中宣布，法国和意大利联合提供的 SAMPT 防空系统已经交付乌克兰，并准备投入使用。这种地对空导弹的一个发射器包括了8枚导弹，可以同时拦截多达16个目标，能够击落最远150公里的弹道导弹。它的加入可以有效地完善乌克兰的防空网络。截止目前，俄政府呢尚未对 SAMPT 防空系统已经交付乌克兰发表任何回应。不过，即便是发表回应，大兵猜测也是称它会像爱国者防空系统一样被摧毁。毕竟在6月17号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普京刚说完俄军在最近的空袭中摧毁了5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并宣称 F-16会像豹2和布雷德利一样燃烧。说真的，只要乌军稳扎稳打，武器装备可能不会出现富裕的情况，但也基本不太可能出现短缺。而俄军那边呢，在乌军开始试探性反攻后，普京已经承认俄军缺乏先进武器，并承诺俄国防工业会尽快生产。那不得不说，硬汉的嘴啊，可能是真的比较硬。那么各位朋友认为扎波罗热战线还会僵持多久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